好，请问你是？先生，请问你是要住宿吗？请问孟谦在哪？怎么办？没想到老师会来，徐正汉，他有脸来？想一下怎么跟他道歉。我先把答案还给他。老师，对不起，擅自拿走这些档案，我只是想让他了解事实的真相。干嘛道歉？他早该给我了。想要什么就用抢的，还是这副德行啊？这么多年了，什么都没学会啊？是啊，道貌岸然、落井下石那一套，我一直学不会。老师，是我拿的，跟他没有关系。我和他还有些事情没有了解。所以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才不过几天，他就从一个优秀的心理师变成这个样子。我治好了他，他是我的个案，我的学生，你凭什么插手？难怪过了这么多年，他还好不了。你的事情我不想再管，但是你不能再和姚子涵接触。是他自己来到这个岛上，又自己回来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对他的期望，我不能让你害了他，不然我只好大义灭亲。你又能对我怎么样？他帮你偷走变换的档案，要是我揭发出去，他心理师的资格不保，还会进监牢。你就这样对待你最器重的学生？是，我就是这样对待我最器重的学生。养虎为患，被反咬一口的滋味，我受够了。这是我和你的事情，所以不要把他卷起来。我带他走，你消失在他面前，这样对他来说才是最好的。他如果不愿意呢？你有的是办法，不是吗？你们没事吧？子安，跟我回去吧，他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老师，不管之前的事怎么样，孟倩她已经付出代价了，希望你可以帮帮她，让她可以重新回去。你跟他回去吧。你在说什么啊？这是我的事情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你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吗？你以为我为什么拿乔若琳的档案？我看完了，谢谢。你怎么这样？你看到了吧？他就是这种人。当年我一手拉拔他，结果呢，反而被他背叛。走，我们回去。不要，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决定。你跟乔若琳一样，完全被他洗脑了。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把他复原。你想做什么？徐正汉，阵阵的海浪声从遗忘的大海传来，回荡在没有记忆的浮岛。在干嘛？你为什么突然催眠他？
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东西吗？他要我催眠你，让你心甘情愿的跟他回去。我一定要弄清楚，为什么他对你这么执着。徐正汉，你是不是在诊疗个案期间移情，爱上自己的患者？所以你痛恨梦倩。是，我恨他，我们的理念作风不合，这些都算。我最不能原谅的是他把我最爱的人抢走了。子涵，为什么你会爱上他？为什么你选择了他而不是我？我为你做的还不够吗？我已经一无所有，只剩下我爱你，但是你居然被他抢走了！不要再说了！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啊？我可以解释，这是误会。我是老师啊。我这么相信你，刚刚是他控制了我，他陷害我。我再也不要看到你了。子涵，你这个恶魔，你在他面前，把我最深的秘密给挖出来。这是你的真心，我只是让你自己面对自己而已。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面对自己的真心。浪头上追逐的身影，我们在水中游荡，时间沉默，带走沉默，又想共同来时的路。歌颂着迷途，转身离不开，在来临之前，为什么看似伪装，却又如此真实？期待的路上，坚持着希望，却落下。我依然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你在心中。我依然什么都没有。没有你在心中。浪头上追逐的身影，我们在
在水中游荡，时间沉默，带走沉默，又想共同来时的路，背诵着你。子涵呢？怎么没跟你回来？哦，他还想在那里啊，多待一阵子。望雨怎么样？好玩吗？很不错啊。去了一趟之后，没想到心里有些事放下了。来，这什么？股权让渡书，以后这间治疗所啊，就交给你了。你在开什么玩笑啊？我没跟你开玩笑啊，我只是突然觉得，已经10几年了，我每天忙着面对不同的人，处理别人问题。现在呢，我想花多一点时间，好好跟自己相处。好，我就准你个长假，等你玩够了，随时给我回来报到。谢谢。那以后的事，就拜托你了。一直到现在，我都还不知道当时的决定到底正不正确。这伪君子！请问是徐正汉先生吗？想请你回局里做个笔录。孟谦先生对吧？也请你一起过来。金良先生，没问题，我先拿个外套。那个时候我知道，我掌握了这个男人的命运，我可以让他走过这关，或是毁了这个狂妄自大的鬼。只要我把最后一次诊疗记录藏起来，邱若琳的死就跟孟谦脱离不了关系。子涵，这是我最后的秘密，最后的心魔，怎么处理，交给你决定。他离开之后，我才真正醒悟，我的拖延只是不断在逃避。可能我内心深处一直觉得我自己不配得到幸福，但是我不想要再这样下去。所以，你已经决定好了。就像他说的，我一直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
会去跟可心姐说清楚，然后跟她一起去。去哪里？忘了，我们约好的。梦谦，你还好吗？所以这么多年，你终于知道他心中真正的想法。他想和你一起到望里。这就是他死前最后的心声。如果是这样，为什么他还会？不管怎样，乔若琳已经死了，你已经死了。妈，你好吗？希望你在那里，一切都好。我也会好好的。你一定有很多话想对他说吧？若琳，我遵守了我们的约定，来到望远，请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的。乔若琳不是自杀的，所以我的治疗一直都没有错。这次的重生巡回演唱会，我们预计举办33场。第一场从台北小巨蛋开始，最后一场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结束。我们用3D 全息影像，让乔若琳重现，可以抚慰这些歌迷。预计票房可以达到15亿台币。你说我们为什么要办这场演唱会？让歌迷能够再次看到乔若琳。你说，乔若琳复活。回第一章。中世纪的时候，天主教的信徒会在仪式当中用皮鞭自我鞭笞，因为痛会让人上瘾，会让人永生难忘。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提醒歌迷，乔若琳已经死了，不可能复活了。
我们要把歌迷内心最柔软、最纤细的情感拉出来，再扯碎，让他们狠狠痛一次。这才是歌迷要的。宣传再调整一下吧。还有，把乔若琳的表找出来，办一个纪念展，提醒歌迷消失的时光不会再回来。喂，是我。你今天好吗？哦，我知道，我答应你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做到，你放心。那等我回来啊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宋姐，你被誉为台湾演艺圈影响力最大的人，你自己也当过艺人，那你觉得成功的关键是什么？信任吧。经纪人跟艺人之间是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，我们是生命共同体，相处的时间跟强度比家人伴侣都还要来得深刻，所以彼此之间一定要有绝对的信任。那对你来说，乔若琳与其他的艺人有什么不同？若琳，她不是艺人，她是家人，是梦想。我们之间是有绝对的信任的，所以一直到现在，我都不觉得她已经走了。他只是暂时离开一下而已，而且我会一直在这边等他回来。这里就是若琳以前创作的地方，他的东西我会一直留着。他写歌词的笔记本，他的电脑，他的钢琴，这里就是他扛着我们梦想的地方。好吃吗？再一口。真到了。等一下扣子没扣好。不要。对啦，我们扣子扣好再吃，这么爽。吃。扣好就吃。吃哦。好吃，我们吃。明慧，扣子扣好再吃哦。我们明辉最帅了。好。要吃什么？吃蛋好不好？来。喵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先吃，再来跟喵喵玩好不好？喵喵，好不好？喵喵也想吃啊。我看到。好，我们坐。来，好。不好意思，你帮我看一下，我去拿抹布。好。在这边等我，还有喵喵哦。你会乖，先坐这里好不好？好哦。喵喵喵喵喵喵。明辉呢？
富，回家。阿富，回家哦！阿富，阿富，富啊！对不起，他认错人了。阿富，阿富，好了啦，阿富啊！我在这。谁？张成富，成富啊！是哦，我年轻的时候啊。好了，让我们回家了啦。不好了啦，成富一起，不要走！忍耐一下。哎，贴纸哎，贴纸为什么有？因为你受伤了啊，受伤就要贴贴纸啊。快好了。记得要再来换药哦。医生，谢谢。我年轻的时候也受伤。医生，走，我们回家。受死。没差啦，都可以哦。好，我们回家，谢谢。不好意思啊。他这样子多久了2年了。一开始其实很轻微，还可以让他一个人在家。那个时候啊，我就想说，我应该要更努力的工作，给他更好的生活品质。可是后来，我其实很怕我之后想起来会后悔，就和他办了结婚登记，一起来度蜜月。我很早就说好要来看蓝眼泪了。我是谁？爸爸。我是张成富。我。什么是保险？工作。好事。坏事。保险。好。都可以呀。好。保险啊。没差啦。他以前是我们公司的王牌业务，很帅，很会打扮。那时候我刚进公司的时候，就是他带我的。可是现在啊，他好像都忘记我们曾经谈过恋爱，我们曾经很相爱过了。哭哦！我没有哭。哭。不要。好，头发乱了，我们回去好不好？好哦，找阿富哦。回家哦，找阿富哦。阿富在这里。明慧啊，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担心你耶。是哦，担心什么？担心？说了你也不会懂啦。
你没有看 O 不 OK？好，看完回你。啊，对了，你那边有没有角落里没有发表过的歌？笨成品也没关系，我可以找人处理。有是有啊。真的有吗？那太好了，这样销量我预估起码可以到15万张。你等我一下。喂，找到了吗？可不可以传给我听一下？现在还不行。为什么？宋姐，我们都……这里是哪里啊？我要回家。我要回家！我要回家！没有。好，我们等下就回家。现在就回家！我们要先去看蓝眼泪啊，记得吗？蓝眼泪是什么啊？蓝眼泪就是……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我们现在去看。走。小心台阶哦。是那个吗？对。明慧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好漂亮哦！这就是蓝眼泪啊！我们约好一起要来看的，你记得吗？神父，我们终于走到这里了哎！你刚叫我什么？神父啊，我怎么会忘记？你是我老婆哎！起床喽！起床。起床了，小懒猪。哦天哪，我头发越来越少了。不要担心，你还是很帅啊。怎么可能不担心啊？你看我爸40岁以前也很帅啊，结果现在嘞，他变成什么样子？如果你真的秃头，大不了剃光陪你啊。你光头也很帅耶。是哦。但我干嘛把你拖下水啊？还好吧，我这么爱你。所以是有多爱？很爱，不要说有很爱，不要，很爱妹，很爱妹。我也真的很爱你，也会一直记得你。
说的哦，不可以骗人哦。你会一直在我心里哦。嗯，我也会哦。一辈子哦。嗯。一辈子哦。啊！谁？你？谁？我？哪里？这里？家？家？回家？回家？回家哦！陈福跟明慧还没有回来。哎！回家！救救吧！上来！李辉，来，小心看。张先生，可以请你解释一下吗？明慧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如果真的不行，为什么不送他去专业的疗养院？我答应过他要一直陪着他，如果把他送去那里，没有认识的人，他会害怕。子安，你先带明慧进去休息吧。明慧，茶不要。好，给我。我们回家。好哦，回家。回家。好哦。张神父，你听见了吗？阵阵的海浪声从遗忘的大海传来。
回荡在没有记忆的福岛。明辉，你又回来了，对不起让你这么害怕。我知道你很痛苦，照顾我，把你也压垮了。我爱你，而且我知道，如果今天失智的是我，你也一样会照顾我。然后我也一样会被压垮，到时候你也会叫我放手。你已经让我看到蓝眼泪了，你走吧，我很幸福。我走了，那你怎么办？你把自己赔进去，能改变什么吗？我相信只要坚持，就一定有希望。你看，你今天看到蓝眼泪的时候，不就都想起来了吗？我相信，在你心中一定还是有我。醒醒吧，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你以为你今天做的是什么？殉情吗？不，你想杀了我，你是个杀人凶手。我不是真的想伤害你。结束这段关系，对我们都好。张成富，你的爱将随着远去的海浪声消逝。当你再醒来的时候，你将重新获得自由。早安。早。你们要回去了？嗯，蓝眼泪看完，我任务也完成了。那你回去之后有什么打算？我应该送他去疗养院吧。我要跟你说。对他做了什么？你不是要我帮他们吗？你怎么帮的？很简单，就让他不再爱他。你怎么可以这么做？你改变他的想法，你等于是在洗脑。为什么？不这样子做，你知道后果。他会做第一次，就会再做第二次、第三次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那都是他的选择，是他们的人生。你要我什么都不做，看他们自生自灭。你不知道他们的未来会发生什么事。如果他好好照顾明辉，他的病还是有稳定的机会。你知道你说的话有多残忍吗？你有没有想过陈父的人生？所以你就可以擅自改变他的人生。袖手旁观是弱者的天性，我做不到。对，我是弱者。重点是你没有经过他的同意，就把他最珍贵的感情夺走，你知道这有多可怕吗？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杨小姐，我们差不多要回去了，谢谢你们的照顾。两个保重。下次见喽。下次见。下次见哦。明辉，拜拜。走吧。这边等我一下。这里是望宇吗？这是离开望宇的船。
哥，刚刚谢谢。不客气。明慧，进去坐好。喂，是，对，我刚刚打来问，我想说先带他过去看看，然后再想看要怎么处理。好，那我们就下周约个时间过去找他。谢谢。手表还好吗？要不要我下次回台湾的时候帮你拿去送修？我看你这只表坏很久了。没关系，不用了。这是乔若琳的吗？子涵，子涵，这里的日出很美，那边早上走过去。你好，子涵，这是子涵，最好的朋友。这是小熊，小说家。还不是啊。嗨，你好，这是你朋友吗？之前怎么没见过？刚刚在船上认识的。芬姐 ，Nico， 你和子涵住对吧？嗯，来，我帮你拿行李进去。不用啦，芬姐，我自己来就好。哦，好。苏先生，来，我带你进房间。好，我来就好。我等下再告诉你刚刚说的海滩怎么走。好啊。哎，现在罗密欧跟朱丽叶进展的如何啊？等一下再跟你说啦。所以他对你有过任何的表示吗？没有，他什么都没说。他知道你喜欢他，但是你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，这样不行，单方面挨打，一定要想办法扳回一城。那该怎么办？谢谢芬姐。怎么这么突然就要回去啊？我之前投台大医院的履历初审通过了，他们要我明天早上回去面试。好啦，这是好消息，恭喜你！我请志强加开船班，
以后要常常回来看我们哦。我也很想，但大概没什么机会了。如果顺利进去，应该就会很忙了。好啦，你要好好保重，不要只顾着工作，知不知道？要多休息，多吃青菜水果，有空给芬姐打电话。谢谢芬姐。你在银行是做什么的啊？我是基金经理人。不错啊。那为什么离职写小说？小说其实才是我一直以来的目标。我本来要念中文系，可是家里不接受。我懂。我念艺术的时候，我妈也是一直在念我说，我出来一定饿死。你现在也没饿死啊，而且也比我坚持。我后来是听他们的话去念了金河，几年下来，越来越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。那你跨出这一步需要很大的勇气耶。刚好我投稿的短篇小说得奖，然后又跟主管起了一点争执，一个冲动下就离职了。干得好。可是我现在有点茫然，我不知道我自己适不适合做这一行。也许我没有那么一天。写就好了，想这么多干嘛？我正在写一个长篇的小说。什么题材？我自己的故事。以前我就戴着理性的面具分析事情，可是其实没有谁可以预测未来，我们只是盲目的豪赌，内心也越来越麻木，失去了对生活的真实感。我想要一个人逃离谎言，重新找回活着的原始欲望。给我看看啊。好，等一下回去给你。你要走了？是啊。我以为你不会去大院工作。为什么不去？这是很难得的机会。大院有什么好？资源多，个案种类多，还有很多前辈可以请教，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你是认真的？是啊，不然我干嘛去？跟他们学不如跟我学，我干嘛跟你学？因为我比较强。因为我想你留下来。那你要教我催眠吗？好看吗？前面还不错，只是
结尾的地方，结尾怎么了吗？不知道，感觉这是你真心想写的吗？什么意思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感觉前半部很有能量，看得出来很诚实，但结尾好像某种属于你身上的东西突然退缩回去了。我不知道，可能我真的没有什么才华吧。哦，我觉得你内心很清楚，你真正想写的是什么，只是你后来开始在意别人的眼光，所以写了一个安全的结尾。我先拿论文给你看，技巧的部分以后再说。就这样。你先了解核心的理论，那是很重要的基础。哎，你赖皮，你根本就没有打算叫我催眠。手表呢？双大哥，双大哥，哎，请问什么时候开船？今天不发船了，等明天吧。大哥，你能不能帮我加开一班？我有钱，我可以加钱。喂，是。知道了。跟我回一趟民宿吧。别让自己受伤。坐，坐。东西拿来。什么东西啊？不要碰！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女朋友的表。你在说什么？那是乔若琳的表。乔若琳就是我女朋友。搞错了吧？乔若琳怎么可能会是你女朋友？不用再问了，等一下让他自己说实话吧。这是窃盗，报警就好，不用什么事都催眠。说不定他知道乔若琳真正的死因呢。干嘛？放开我！你要干嘛？曾孝佳，你听见了吗？真正的海浪声从遗忘的大海传来，回荡在没有记忆的浮岛。若琳，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了你好几年了，总算是见到你了。你是谁？我是孝佳，曾孝佳。我不认识你。你在说什么啊？我们不是已经在一起了吗？你每天晚上都会打给我哎。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打给你的？你忘了吗？那天晚上，我开着车，然后我不是跟你说，相信你演戏，我的表情。
坐啊开车无啦？可是刚明明是你先撞上来的。你又讲一遍。对不起，我的错。我车即马变安尼，要哪处理啊？讲话啊！我只有这些钱。后摆较注意啊！喂，你是谁啊？若琳，你是乔若琳？若琳，真的是你？我就知道，你怎么可能会去自杀啊？你说过你不会让歌迷伤心。你不会离开我们的，你到底去哪里啊？我一直在等你耶，我很想你，怎么会突然打给我？你说你躲起来，是因为你不想要再当明星了，你想要和你爱的人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。你还说我就是你爱的人，可是你的手表被坏人偷走了。只要我帮你把手表拿回来，我们就可以隐居起来，共度余生。你为什么知道坏人在这里？都是你告诉我的啊！他在粉丝页每篇文章底下留言，他说不相信乔若琳真的死了。报警吧，他这个很明显就是被诈骗集团利用的。不能报警。为什么？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在签唱会上，你握着我的手跟我说，随时欢迎我，希望下一次还可以见到我。真的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，这么关心我。你看，他是真的爱着她的，他并不是个坏人，他只是无法接受若琳的死。他还在的话，一定也不希望他的粉丝被抓。不对，我们应该报警，让法律惩罚利用他的人。我不在乎利用他的人，我可以拯救这只可怜虫。你又来了，就算你用催眠让他忘了乔若琳，事情的根本没有解决。不把利用他的人抓起来，像他这样的个性，一定会再被利用的。那我就改变他的个性。你在说什么？曾孝佳，乔若琳已经死了，你对她的爱也随着消失的浪潮远去。醒来之后，你将获得新生，你能够主宰自己的人生，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你想要达成的目标。